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面具人。观众朋友们，大家新年都过得还不错吧？战友们，今天你们保命保财了吗？数字货币的进行脚步又加快了。面具人今天发现了共产党最近玩的一个新骗局，这是一个大陷阱，可恐怖了。来看今天的标题，加速了数字货币登录 ATM 机代发工资了。郝海东曝光郭文贵的录音，内容太恐怖。中共发明可穿戴设备，随身监狱，了解一下中国人为什么适合被共产党统治。咱们今天就开门见山的说，数字货币加速了，你们知道吗？先来看这个简短的新闻啊。在北京开展的数字王府井冰雪购物节数字人民币试点活动，围绕着冰雪运动、食住行游购娱等方面，打造冬奥全消费的场景，以此来拉动内需，鼓励就地过年。此次北京数字人民币的试点，面向在北京的个人消费者，通过抽签的形式，共发放了5万个数字人民币红包，每个数字人民币的红包金额为200元。中签了以后，消费者可以下载数字人民币 APP 并开通个人数字钱包以后，无需绑定任何银行卡，就可以直接领取和使用。看好了啊，这里面有关键词，就是无需绑定任何银行卡，包括消费全场景、全消费场景，懂了没？也就是说，全部都用数字货币消费的场景，并且呢，不用绑定银行卡。关键词就是这个，很恐怖的。大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不？就是中央推出的这个数字货币独立于现有的银行体系之外，你也可以把它看作为银行系统的中央集权。中共中央推出的数字货币直接跳过所有的银行的清算系统、存储系统，统一所有的数据库归中央管，比如物价、菜价、工作薪水、票价、便民缴费等等。这些以后都归中央管，并且呢，金额的发放和收取都由中央控制。大家仔细观察啊，我们以往用的任何支付软件或者是第三方支付软件啊，比如支付宝、微信支付、京东金融，在这些支付软件当中，无一例外都是需要绑定银行卡的，对吧？大家仔细想想，有哪一个是不需要绑定银行卡的？没有吧？也就是说，这些软件他们都没有跳脱出银行体系之外。可是呢，央行的数字货币做到了。央行的数字货币不需要绑定任何银行卡，中央只需要发放一个红包出来，让老百姓下载一个 APP， 然后呢，老百姓就可以拿着这个红包里面的钱去消费。这就是面具人之前提到过的无毛印钞。习近平把数字货币这样玩，实际上呢，就是宣布了中央最大。中国不是法治国家，党大于中国的法律，党大于中国的经济，并且呢，相当于中央直接废除了地方的银行和地方的财政权，统一由高度中央集权，等于说废除了地方的银行系统，共产党最大，并且呢，是共产党的党中央最大，没问题吧？这样应该能理解吧？数字货币直接归属于中央，权限确实是高于国内的银行系统的，但是大家记住，中国共产党的这个中共政府啊，它向来都是对内强硬，对外软弱的。这个央行的数字人民币，它最多就是在国内可以取得最高权限，但是呢，它到了国际舞台上，在国际舞台上面是毫无地位的。就相当于中共敢在国内随便抓人，但是他在美国、在英国就不敢随便抓人，他更不敢抓人家美国人、英国人，对吧？央行的数字货币也是这么样的一个道理，什么样的政权出什么样的货币。中国在别的国家没有政权，所以呢，他是不敢乱抓人的。同样呢，中国在别的国家没有数字货币的存量，所以呢，它并不能怎样。这个数字货币呢，共产党他想印多少就印多少，只要你别把数字货币拿到人家这些西方国家去花就行了，人家西方人无所谓。至于什么黄人、黑人、亚非拉这些贫穷的地区使用数字人民币，和人家西方人没关系，人家西方人只要通货，明白了吧？那说到了通货，在这里啊，面具人想给大家提醒一下，就是劳动力其实也算是通货。
中共搞的数字货币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可以增加对劳动力的榨取的，提高劳动效率的。因为数字货币可以无死角的监控制劳动力和资源的分配，就可以强化劳动力，增加劳动力生产出来的物资，比如矿物、加工产品、农产品、手工品，这些都是通货呀。所以呢，劳动力的本质就是最万能的通货。黄金算是通货吧，但是黄金它也要通过劳动力把它挖掘出来、加工出来，所以呢，劳动力的通货程度甚至是高于黄金的。那为什么说数字货币可以刺激劳动力，甚至是解决物价问题啊？在这里，面具人给大家补充一下，劳动力水平和通货膨胀是有着直接的关系的。给大家引入一个概念，叫做工资推进通货膨胀。工资推进通货膨胀是指工资过度上涨所造成的生产成本增加，从而推动物价的水平上涨。工资上涨使得生产成本上涨，在既定的价格水平下，工人的要求更高，所以呢，导致生产力下降，推进了通货膨胀。那工资提高引起物价上涨，价格上涨又引起工资的提高，形成了工资与价格的螺旋上升。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货币工资率的提高有可能成为物价水平上涨的原因，但绝不能由此认为任何货币工资率的提高都会导致工资推进型的通货膨胀。货币工资率就是你的劳动价值比例，工资率过低或者过高都会导致劳动效率的变差。工资率过高直接反映在物价上涨上，更加明显一些。但是呢，货币工资率这个玩意儿啊，在目前的中国市场已经不存在了。看中国的经济绝对不能用正常的经济眼光去看，在中国反而呢是货币工资率越低，劳动效率越高，物价就会越稳定。因为中国人的生活被赋予了太多的压力，比如买房、医疗、教育、结婚、养老等等。中国本质贯彻的不是资本主义，中国没有私有资产，中国贯彻的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讲究的是平均分配，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中国都没有做到。中国贯彻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本质其实就是奴隶主义。我们看古代的奴隶，他的生死存亡全部掌握在奴隶主的手里。奴隶是死是活本身没有任何意义和价值，奴隶的价值在于他活着能否创造劳动力，比如挖矿、挖河道、盖城墙、种地，对不对？如果奴隶不能做这些事儿，奴隶不能创造劳动力，那奴隶活着反而会浪费口粮，成为负资产。奴隶活着对奴隶来说是最大的意义，可是呢，奴隶活着对奴隶主来说是最没有意义的。你不但要活着，你活着不劳动，不创造价值，那你还不如死了。中国目前的社会规则制定还是基于奴隶制的这个逻辑，所有的社会规则都是逼着奴隶活不下去，而奴隶想要活下去，就必须要满足奴隶主。那工资推进通货膨胀这种经济学逻辑在中国也就无法成立，它就是想让你活不下去，懂了吗？你要是想活下去，你就要付出更强更大的劳动力。数字货币给的钱算是工资吗？不算嘛，对不对？数字货币本身它也就不是通货嘛，但是共产党却可以做到用虚无的数字货币这种不等价的交换，换到中国人最真实的劳动力通货。共产党能够做到如此惊奇的事情，并不是因为共产党掌握着经济大权，而是因为共产党直接掌握着中国奴隶的生死，而中国的奴隶仿佛是中了魔咒一般，喜欢被共产党掌控。那这究竟是为什么呢？这个呢，涉及到了人性当中比较负面的心理状态，在节目的后半段我会详细的解释。咱们先继续看这个新闻啊。根据北京日报报道，为了配合此次数字人民币的试点活动，中国工商银行在位于王府井大街的新东安支行、金街支行的2家网点的8台 ATM 机里面上线了数字人民币的存取现功能。看好了啊，这里就是共产党擅长的笔杆子给你埋的一个陷阱。存取现这个词儿很玄妙啊，咱们继续看。
用户只要下载手机 APP 并完成注册认证以后，在 ATM 机上面扫码就可以直接完成取款，轻松的将数字人民币兑换成现钞。好了，咱们先暂停一下，新闻看到这里，不知道大家发现这其中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没有？可能有人发现了啊，这上面说到了数字货币能够取成现钞，能不能取不知道，有没有北京的朋友们试验过？但是我们要考虑一个逻辑问题，就是数字货币取现，首先我们必须要有数字货币，我们才能取现嘛，对不对？我们没有数字货币，我们怎么拿数字货币取现呢？对不对？那给你发的数字货币红包肯定是不能取现的啦。数字货币红包是用来抵扣购物的，比如你买个饮水机，给你减免20块钱，买个手机给你减免80块钱，都是这样用的，目的是刺激你用人民币结合数字人民币消费掉，等于说是还是回收你的人民币。那么目前来看呢，想要用数字货币取现就不现实嘛，因为没有任何可以取现的数字货币的来源。但是呢，你可以把你手中的人民币充值兑换成数字货币，懂了没？虽然说取不了现，但是你可以拿人民币在 ATM 机上面充值啊。本来嘛 ，ATM 机它最主要的一个大功能就是取现。目前来看呢 ，ATM 机成了数字货币的兑换机。那结合刚才说的，现在数字货币消费可以无毛印钱，脱离于银行体系之外，那你的人民币兑换成央行的数字货币，基本上就是单向的。说到这儿了，肯定会有人反驳说，数字货币明明可以取现呀，怎么可能是单向的嘛？对，问得好。数字货币可以取现，但是呢，刚才面具人说了，取现首先要解决数字货币的来源问题。其实呢，这个来源问题，面具人也帮你们想好了。如果你们是打工的，以后呢，你们的工资就用数字货币来发不就行了吗？然后呢，你是做生意的，以后呢，你的收款就用数字货币来收款，不就对了吗？那这样的话，这个数字货币的来源问题是不是就解决了呢？等于说是本质的生产力、劳动力直接转变为了数字货币了。那说到这儿啊，可能有人会说了，管它数字货币不数字货币的呢，人家能提现就行了嘛。观众朋友们，事情要是有你们想的那么简单就好了。数字货币是无毛印钱，它是独立于银行体系之外的虚拟货币，它的属性就决定了它绝对不可能和人民币是1:1的。为啥？现在我问你啊，数字货币在不停的发红包、发工资、印钱，数字货币的量在变多，可是呢，人民币的总量没有变。那你认为你的数字货币提现兑换成人民币的时候，还能做到1:1不？你来告诉我。按照常识学专家的说法，就是这种兑换能做到1:1是不符合常识的，更不符合逻辑。所以说，数字货币现在能从 ATM 上面取现，这完全就是个陷阱，定心丸。之前中共还说数字货币不能兑换现金，对吧？老百姓有点恐慌。但是呢，面具人我经常说的是什么？共产党是一个非常善于学习和改进的政权，它的进化速度是很快的。看，你们之前嫌数字货币不能取现，不能兑人民币，那现在给你们用数字货币可以取现了，对吧？那既然不担心数字货币能不能变现取现的问题，那以后你们的工资就用数字货币发工资了，好不好？你们该取现就取现，该消费就消费，党不限制你们，好不好？但是呢，数字货币取现从逻辑上不成立，因为数字货币属于无毛印钞，数字货币的量绝对无法和人民币同等，量既然不同等，必然就做不到等价。等到数字货币深入到了交易、工资、生活便利缴费，那这边数字货币在不停的变多，那边的人民币没有变，
必然会导致人民币相对减少，对不对？最终的比例呢，就是无限趋近于0， 0.000000，对不对？那么以后消费要用数字货币的比例也就会无限趋近于100%，因为数字货币在不停的变多，而人民币则没有变，甚至于相对减少，对不对？那既然人民币没有那么多了，全都是数字货币，像以后买房、买大件、买车需要金额大的，那你必然是几乎都用数字货币来付款，人民币少了嘛，对不对？那就相当于不能收现金，必须要用数字货币，对不对？那你就傻眼了，是不是？这是一个无法改变的物理事实，这是数字货币固有属性决定的。所以呢，共产党说的坏消息那就是坏消息，共产党如果公布一个好消息，那一定是更坏的消息。所以呢，你看这个新闻的最后部分啊，图穷匕见了。除了取现之外，这8台 ATM 机还可将现钞存入数字人民币钱包，在 ATM 机数字人民币菜单中点击现钞兑出数字人民币，输入钱包的 ID 或者手机号码，将现钞放入钞票箱，就能实现将现钞兑换为数字人民币，从而呢存入数字钱包。据工商银行工作人员介绍，数字人民币主要定位于流通中的现金与纸钞和硬币等价，银行 ATM 机提供数字与现钞的双向兑换，符合老百姓的使用习惯。上述的工作人员进一步介绍说，工商银行目前正在全国试点的逐步的推广数字人民币与现钞的双向兑换功能。那面具人给你解释了这么多，你现在应该能明白了吧？数字人民币它是绝对做不到和人民币1:1对等的。如果说能，那为什么共产党不直接印钱呢？他反而选择推出数字货币，然后印数字货币脱裤子放屁呢？对不对？很显然就是人民币不能再印了，无法再这样膨胀下去了。但是呢，数字货币可以啊，数字货币就是个数字嘛，并且呢，全国数据统一了以后，它可以精确到毫厘，精确到每一分每一秒的去调控每个人的行为和工作劳动效率、工作力、劳动力，对不对？你不上班，你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罚？这完全都可以由数字货币来控制，对不对？你不像原来你考勤呀、打卡呀，这还是人工操纵，和你的工资不是100%的挂钩的。可能以后呀，所有的人、所有的行为都跟你的数字货币挂钩，那这就很恐怖了。你听我接着讲嘛。事实上呢，数字货币压榨中国人，在某种程度上是西方人希望看到的。疫情过去了以后，西方的经济和消费力受挫，如果能在这个时候给他们供给更高效、更廉价的劳动产品，是他们求之不得的。所以呢，你也不要做梦让西方人帮你反共。首先呢，中共在没有办法确保把敌人一击毙命之前，是不会主动招惹西方的。其次呢，西方也离不开中共压榨出来的利益。换一个新的政权的话，没有办法确保能够像中共这样输出利益给他们，没有办法确保中共能帮他们监视中国的这些劳动力，给他们输出更廉价的劳动商品。所以呢，把中共推翻，这个风险太高，西方呢也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而且呢，你们也不要相信海外反共的人，因为海外反共这不符合逻辑。你们想嘛，这些海外民运他出了国了，共产党对他们来说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为啥呢？他们既然在国外了，共产党碍不着他的事儿，管不着他，反而呢，共产党对他们有好处，他们可以靠骂共产党办政弊、搞募捐、骗打赏、赚流量，对不对？没有共产党，他们怎么干这个活？并且呢，你们看啊，共产党反移民，海外民运也反移民，为啥？这其实就是利益的互补。共产党修墙、收护照，阻止更多的人移民到国外，抢占他们国外人的劳动资源，对吧？
同样的，共产党也把这些人留在国内，锁在国内，作为劳动力，作为奴隶，对不对？这对双方都是有好处的，并且呢，共产党又给海外的人给他们骂，帮他们再就业，骂得好的呢，骂的这个热闹的人，共产党还亲自招安，给你大把大把的黄金白银。你说共产党是不是对海外的人百利而无一害呢？那你告诉我，海外人士有什么反共的理由？是不是这么简单的逻辑你一定要想明白啊？为什么面具人我一直在说，最好的反共就是从每个人自身做起，多做好人好事儿。你今天帮助一个人成就一个人，帮助3个人成就3个人，那你就是最大的反共了。你别天天学那些吴建民呀，这些大师呀，嘴上天天喊着反共，实际上呢，脏事坏事做了不少。他们反共了吗？他们只会让人变得更自私更坏，对不对？标题中你们也看到了啊，数字货币要实现穿戴功能，推出穿戴设备。那你们看啊，邮政储蓄银行推出了叠加健康宝功能的数字人民币钱包，无电源可视卡硬钱包，就是那种太阳能硬钱包吧，应该是那玩意儿。这个呢有没有电源无所谓，它的数据并不是存在本地的，是存在云端的啊，你每次接触是从云端调取数据的，并且呢，中共呢还实现了数字人民币支付和健康宝登记的一卡多用，也就是说，数字人民币的支付和你的健康挂钩。如果你是红码，可能有些地方你就不能去，你去了也消费不了。只要党愿意啊，它可以设立很多的有关于限制数字人民币的规矩。此外呢，共产党还推出了智能手套数字钱包、智能手表数字钱包、智能徽章、智能手环数字钱包等多款可穿戴的数字设备钱包。那你以后出去要不要用钱呀？要的吧。可是呢，为什么咱们不能用手机支付呢？手机也可以进行什么扫码呀、NFC 呀、数字支付呀，这些功能都没问题的嘛，对不对？为什么不用手机呢？原因很简单嘛，老年人不会用手机嘛。然后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理由，就是手机会没电，这一点很重要的。这个理由弱智不？咱们且不论手机会不会没电，最起码满大街都有这种共享充电宝嘛，对吧？并且呢，你说手机没电了，那我可以取现金嘛，对吧？但是呢，共产党不愿意，共产党必须让你戴上手环，戴上徽章，戴上脚环，甚至是戒指呀、手表呀，你必须戴上这种，并且是无电源的数字货币钱包。共产党不愿意，你别说你想用现金，你就老老实实的戴上手环、胸章、脚环、手表，用数字人民币就好了嘛，对不对？你看，共产党发明了无电源的数字货币钱包，然后呢，再配合穿戴定位、随身携带，你们能想到些什么了不？这个就涉及到了另外一个概念，非常的乌托邦，非常的科幻朋克了叫做移动监狱。应该称之为随身监狱更贴切一些。好了，咱们现在讲一些心理学的干货吧。随身监狱的概念很庞大，我会在别的节目中详细讲。好了，咱们来研究研究中国人为什么适合被共产党统治来，等一下面具人在标题中提到了郝海东先生，就是那个踢足球很厉害的那个，和郭文贵先生闹翻了，并且呢，他公布了郭文贵收买他的录音。那这个录音是真是假？面具人我先放出来，动机真假你们自己判断这个算是咱们今天节目的中场娱乐环节。听完这个录音，咱们就进入今天的干货环节东帝的这个态度很诚恳意志很坚决我们影妹妹也愿意为新中国联邦开辟新的时代到那时候咱们募捐GTV 上面咱们就搞即时直播这100块钱起价，100块钱起价，
我相信弄个$180亿没问题啊。这个咱们新中国联邦人不打妄语啊，说话算话，为真不破啊，可别忘了今天语音啊。我靠！啊，发财的机会来了，七哥啊！战友们把钱准备好啊！我也得好好练练身体，不是练练这个节奏是吧？这个体力分配最后掌握好，对吧？我靠，甭这个叫什么？$180亿是吧？弄完$180亿这个欧元得，我听说欧元应该比美金贵啊！这个又有动力了啊！就像当年这个叫什么呀？职业化了啊，可不是体工队了，哎，职业化了，谁有能力谁签大合同。很好啊，很多的战友们说非常想念我们啊，很好。所以啊，这就是人生，就是郭先生是什么？他这属于图财害命，大家一定要把这个概念理清楚。他不仅仅所谓的是欺骗你一点，他跟 P2P 还不一样。P2P 比如说他只是骗了你的钱，所谓爆雷了，你没有了钱。郭先生把你的命要害你啊！郭先生在国内去给这些共产党、给这些公安局把所有的战友的资料都泄露出去。GTV 是提供给共产党的所有的个人信息啊，让共产党很容易的找到战友们啊，是战友们人身啊、家庭啊各方面受到了威胁跟损害。为什么就是会有这种现象？这样，我认为就是说，郭先生是一样，从小受的教育以及人格的养成的缺陷啊，他们最后应该是不被承认，没有获得感，成为边缘的这种边缘化被人啊，就在边缘化人格，类似这种人格养成极度的缺陷。那么郭先生到了美国，在这个美国的这种社会里，也是比较底层的这种获得一些收入。那么有了爆料革命，他一下子得到了这么大的利益以及尊重，最重要的是，他得到了别人的尊重、认可，和他有获得感，这个很关键。在这时候，他没有从小的这种教育以及人。看完了吧？看完了吧？好了，接下来千万不要换台，仔细的一句一句的听好，因为接下来我讲的内容能够影响你们每个人下半生的命运。那就是面具人原来的心理学研究团队做过一个社会心理学实验，就是请来了社区大妈、大老板、公交司机、高中生，让他们做一个社会心理学实验。这个实验讲的是，从前有一个屋子，屋子里面有厨具、有柜子，并且呢还有一只老鼠。然后呢，我们给每个人，包括社区大妈、大老板、公交司机、高中生，一人一包薯片，让他们把薯片在这个屋子里面藏起来，放一个晚上，保证薯片不被屋子里面的老鼠吃掉。那实验很简单嘛，请来的人他只需要在屋子里面藏好他的薯片就 OK 了。第二天咱们来验收结果，看看谁的薯片没被吃掉。那社区大妈、大老板、公交司机、高中生这4个人的测试结果非常的惊人，并且呢非常的有趣儿。到了第二天，面具人我直接给你们说答案吧，只有大老板的薯片是可以吃的，其他3个人的薯片都不能吃了。为什么呢？我给你们讲这个实验当中的细节啊。先说大妈，大妈是把薯片直接藏在了屋子里面的抽屉里啊。那公交司机呢，是把薯片放在了非常高的衣柜上面，放在了那个衣柜的顶上面。而高中生呢，则是用刀把碗撑起来，然后呢把薯片放在这个碗下面，看起来挺保险的，做了一个陷阱嘛。这个老鼠过来一吃，可能会把刀撞掉，这个刀可能会砍到老鼠，或者是碗把老鼠扣住，对吧？这个看起来挺保险的。而大老板呢，却做出了非常出格的举动。他是怎么做的？他拿出了一个盘子放在地上，然后呢他把一半的薯片
倒在了盘子里面，另外半包薯片呢，它也是放在了橱柜的最高处。那第二天呢，当我们来验收的时候，抽屉里面、柜子上面的薯片袋子都被老鼠咬破，把里面的薯片啃得七零八碎、乱七八糟的。而大学生用碗做的陷阱呢，之前咱们看起来挺保险的，可是呢，这个陷阱也被轻易破解了。这个薯片袋子还是被咬破了，里面的薯片还是被吃掉了，唯独大老板的半包薯片是可以吃的，没有被动过。因为放在地面上的这种比较容易触及到的盘子里面的薯片已经足够让老鼠吃饱了，而且呢，相较于爬太高去拿薯片，显然是地面上盘子里面的薯片更容易获取，并且呢，这些量也远远足够喂饱一只老鼠。那最后的答案就是社区大妈、高中生、公交司机，他们损失了全部的薯片，而老板还赢得了半包薯片。是这些被测试的人当中财富和成就最高的，也就是说，一个人的思维模式能够决定这个人的上升空间和他的成就，也就是说，一个人的思维模式能够决定他的命运。好，听完了这个故事，咱们再思考一下，中国人为什么适合被共产党统治？为什么呢？咱们接着往下解密嘛。面具人最近1个月啊，收到的邮件非常多，差不多有500-600人啊，1000多人了都有。那这些邮件呢，我有些是没有点开的，没有及时回复的，大家请谅解啊，因为本人的时间有限。那有些邮件呢，面具人我确实是懒得看。其实呢，面具人我确实跟很多人沟通了，直接沟通了也有200-300个人吧。那这些人具体分为2大类，一类是人在墙外的，另外一类呢是人在墙内的。香港人和台湾人也算是在墙外啊。然后呢，面具人我发现了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就是这2拨人，墙外和墙内的人，他们的思维模式反差非常的大。人在墙内的想要出国，但是呢，他们非常的舍不得，患得患失。比如说，有人问面具人我，他想要转移自己的资产，少的呢是想转移几十万、几百万，多的呢甚至上千万的都有。他们看起来挺有钱的，是吧？但是呢，他们追求的是什么？你们知道吗？那就是怎样不花钱出国，或者说是花最少的钱出国，怎样才能不受损伤的转移自己的资产，甚至是在转移的过程中能不能赚点钱呢？哎呀，当时面具人我就郁闷了。你说不花钱出国，或者是花最少的钱最快速的出国，咱们按照常理来说，效率和成本是成正比的呀，对吧？你想要越快的出国，你就要花越多的钱呀。这就是跟任何一个国家的投资移民，甚至是普通移民都是一样的。人家签证官审核就是先看你的财力多少，你的钱多钱少，钱多的优先给发绿卡，钱少的就在后面排队等着。你的收入高就先给你批，你的收入低你就等着吧你。难道说这些人也认为自己跟共产党一样强大，可以跳脱出经济规律？咱们想一下嘛，你说你想转移自己的资产，你还不会受损，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你在转移资产的过程中，你会受到汇率、通货膨胀、手续费的影响，你怎么可能不受损呢？就算是买加密货币转移资产，你今天买，明天就能在国外找到下家卖掉，那也是有可能会跌的呀，对不对？而且呢，在这些交易平台上面都是有手续费的，怎么可能你会不受损呢？这些在墙内的想出国的人，他们平均下来啊，面具人我统计了一下，连2%的资产损失都接受不了。他们有人说想卖房出国，但是呢，急着卖又舍不得便宜卖的。那你觉得这现实不？你急着卖，别人还高价买你的房，你觉得可能吗？而且呢，这些人啊，还要确保就是在国外要有好的生活条件，要有稳定的赚钱路子，他才敢出国。
这些人的心态基本上都是这样的。墙内的这些还没出国的，可是却想出国的人，他们都是抱着雨露均沾的心态，任何损失都不能接受，任何风险都不能接受的心态。这种人的占比几乎占到了99%以上，甚至是10个人里面10个人都是这种心态。好了，这是在墙内还没出国的人，我们再来看看已经出了国的人，在墙外的人啊。这些人呢，他们出国基本上都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的。有些人厉害有钱，他们花了几千万投资移民；有些人呢，他是房子亏了几十万卖掉的，无论如何豁了老命都要出国；有些人呢，是七大姑八大姨借钱凑钱出的国；有些人呢，是工签呀、留学呀，甚至还有黑民、非法移民；还有些人呢，他是在国内拼得一无所有了，无奈他活不下去了，他才出国，也是接近于非法移民、黑民的状态。这里面你不管是他花了几千万的，还是说出国逃难的非法移民，他们都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要么是付出了几千万的代价，要么就是在前途未卜的状态下出国的。这个是最重要的精神。可以说他们的思维模式跳脱出了传统的中国人追求稳定保底儿的这种奴隶思维。什么叫做奴隶思维啊？咱们想一下自古以来奴隶都是有保底儿的，奴隶都是有奴隶主给他喂养的。古代旧社会对奴隶家仆最严厉的惩罚，无非就是处决或者是驱逐。其实这两者差距不大，被驱逐的奴隶也是活不下去的。事实上呢，奴隶主反而是自负盈亏的，甚至是奴隶主打了败仗还会被屠成诛九族，而奴隶不用自负盈亏，只需要干活就有饭吃，就有觉睡，就有住的地方。所以说保底心态、不吃亏的心态就是奴隶思维。任何社会它都是风险与回报成正比的，你不想冒险，那你也别配享受好的生活，对不对？咱们今天心理学的主题就是讲中国人为啥适合共产党统治，对吧？答案已经很简单了。面具人我讲了墙外的人的心态和墙内的人的心态，从这两者的区别你们就能看出来了，为啥墙外的人能在墙外。有些人呀，他知道他出国不一定会有好的下场，但是他还选择出国。我了解了很多出国的人他早期是非常艰苦的，甚至我告诉你都快活不下去的那种状态。现在虽然是生活好了很多，比国内好，但是你知道他出国之前，出国的初期他受了多大的罪吗？面具人的观众里面有出国的人，你们心里面的感受应该是最深刻的吧？就算是你投资几千万移民出国了，投资移民，那这几千万也是辛辛苦苦赚来的呀，你舍得花这个钱呀，对不对？有些人就是舍不得嘛，对吧？而墙内的人为啥在墙内墙内的人都到了这个节骨眼了，还在墙内，还想保底儿，还想雨露均沾，还妄想着跟共产党这种聪明狡猾的政权周旋到底，还能毫发无损的。我不知道是他自大还是他傻逼，你知道吗？中国人就是有这种不舍不得的心态，让中共可以把他们管得死死的。大家可以看看中共如此的盘剥剥削，这个力度比西方的资本主义大10几倍，而且呢，中国的经济泡沫比西方资本主义也大10几倍。那为何西方会经常的出现经济危机、大罢工、大萧条之类的事故，而中共从来不会出现这种危机呢？为什么？大家总想着下面会有更好的钱赚呢，都舍不得，知道吗？大家都舍不得离场。所以面具人我说了，不能用传统的经济学眼光看待中共，你也不能用正常人的思维逻辑去看待中国人。咱们想一下嘛，如果中国人动不动都罢工，一点风吹草动他就逃，
宁可做难民，宁可做非法移民，也不做共产党的韭菜。就像中东难民一样，墨西哥难民一样，老子不玩了，我跑行不行？这样反而会逼得政党、逼得政府给他们放低姿态，甚至是退让，对不对？中共政权它今天为什么会这么强大，完全是建立在中国人的脑残上面。如果说中国人动不动就套现离场了，跑路了，不玩了，中共政权是不可能有今天如此强大的状态的。或者是大家把房子都卖了，把钱都套出来挤兑，那中国的经济早就崩溃了，房价早就涨不上去了。可是呢，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房价还能涨个5块、10块、100、200、300、500、1-2千一个平，对吧？每个人都想多占一点便宜，都舍不得吃那一丁点亏，甚至是全家的性命都压上去，也不愿意吃亏。还是那句话，舍不得吃小亏的人，往往是要吃大亏的。而你们现在看到的中国人，无论是哪里的中国人，墙内的中国人，还是墙外的中国人，还是台湾的、香港的中国人，他们都是淘汰出来的结果。咱们就说台湾人，台湾人为什么今天能活得比大陆人好？那就是因为当年那波逃到台湾的人，人家舍得呀，老家都不要了，房子都不要了，农地都不要了，我就是去台湾了，以后跟你大陆不牵扯了。所以呢，这波人，人家的子孙后代至少能享受自由民主、新鲜的空气，对不对？而那些认为舍不得了，这样了那样的，结果呢，你看今天还在遭罪，是不是？你看到今天还在中国的人，他就是在中国的人；还在墙外的人，他就是能在墙外的人。为什么？在墙内的人，他已经用他的房子、他的下半生、他的孩子、他的全家性命、他的子孙后代未来证明了，他目前还是在被共产党统治着，他还是跟共产党与虎共舞下去。那么究竟是中国人适合被共产党统治呢，还是说共产党适合统治中国人呢？说了这么多，我想听听你们的答案，在留言区告诉我。